Hello，大家好，今天是2月2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如期止跌反弹，但是还是没能见到一根阳线的出现。不过阿哲认为，左侧抄底正当时，下跌也是买入的机会。英伟达财报没有掀起太多波澜，但技术面上出现了买点。而等待了好久的苹果回调，昨天也已经出现。接下来是寻找低吸苹果的机会。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46.7。阿哲依旧会通过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行情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依旧要看一下市场目前的环境。在上期视频中，我们讲过薪值计算和空间点位的技术分析，本期视频依旧会延续去分析。而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依旧会讲解特斯拉、英伟达、高通、PLTR、微软、TM、Meta、苹果、SMCI、MSTR 等以上10只个股的技术面分析。其中我们会首先重点介绍有关特斯拉和英伟达最新的表现和它的策略更新。如果您是第一次看到阿哲视频，观看阿哲频道的内容，那么阿哲这里呢有一个建议，因为本期视频的内容会比较多，分析的标的和品种都不少，那么视频时长一般阿哲是难以去把控的，所以您可以看到在视频底下的播放按钮附近有一个三角的形态，点击之后您可以看到本期视频所有个股标的所对应的时间轴，而点击相应时间轴，您可以决定您观看每只个股标的分析的前后顺序，可能对您有所帮助。而如果是老同学，那么不要忘记可以从第一部分开始往后认真的阅读所有的内容。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一部分，叫薪值的计算。在图表当中，阿哲标记了一些数字，在上期视频我们有讲过，当出现1和4的时候，市场当中往往容易产生反弹，而上期视频它来到了3。在最近的运行当中，它出现了一个4号 K 线，在这个数字薪值4出现之后，市场如期出现引线止跌，而后一天反弹。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的视频，可能对于这个薪值是怎么计算的还不太清楚，那么这里阿哲就为大家再次的讲解一下，但只会简单讲解。如果您想要比较全面的学习，那么可以听一下上期视频的内容。我们看到这一轮下跌如何算出薪值4的高点，一般我们标为0号 K 线，0号 K 线的低点为首先关注的对象。当后续出现一根下跌 K 线，收盘降低，并且低点创它新低，我们标记1号 K 线。那么1号 K 线的低点也是如此，被一根下跌 K 线而最低价创了新低，那么它为2号 K 线。以此类推，你会知道它是薪值3，而3号 K 线的低点再次被下跌创新低，所以它为薪值4。前面的1和4就是由此而来。你会发现每一波股价下跌，一旦是这种单边下跌没有快速止跌的，那么它到了4附近会出现止跌以及空方衰竭、多方反攻的迹象。这也是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所讲到的，在薪值3后你要特别关注，美股市场将很容易出现止跌现象以及反弹现象，前提是市场目前还在震荡行情，并没有脱离这个区间。假如在薪值4后还不止跌，那么一般意味着市场已经由震荡行情转为下跌空头行情，这就要特别小心。而从目前来看，在薪值4后出现了一个反弹，有资金的流进，有多方的反攻，所以目前的市场依旧维持震荡行情的判断。在这里我们也顺便看一下趋势结构分析，因为上期视频我们没有讲，那么现在呢更新一下。在市场的运作当中，从高点遇到压力位20057.88，而后出现下跌，这一个压力位阿哲呢是讲了比较长的时间。下跌之后我们遇到了另外的一个支撑，因为上涨找压力，下跌找支撑，前方前高的支撑并没有被有效的撑住，而是快速的跌破。那跌破之后，价格的下影线是探到了哪个价位呢？是探到了前期这一个下轨，这个下轨是楔形的下轨，我们以为它能够有效突破，可惜的是并没能够去回踩支撑，上轨被跌破，那么它又再次回归到了楔形的运行当中，所以股价的走势在跌破回归楔形区间内，现在再次来到楔形的下轨，所以之前这里呢产生过一次支撑，目前再次产生支撑，所以这一个下行的趋势线它的支撑是有效的，
所以如果多方和空方的力量当前还没有改变，他们两者之间没有过于悬殊，多空之间还是保持着均衡收敛的状态，那么在它未分出胜负之前，我们认为它当前的下跌空间是有限的，就跟我们之前上涨时所判定的，多空只要没有失衡，多空只要还保持均衡，那么这些位置只要触及压力，触及上轨就是一个风险。所以在当下，阿哲的判断和之前上涨时是一样的，目前的下跌空间比较的少，而如果多空之间并没有失衡，那么这一个下轨支撑有效，股价在这里下跌空间是比较少的。如果按照左侧来说，这个位置的空间在往下探的时候，只要不跌穿这个下行趋势线，那么下跌就是买进的机会，因为下跌空间少，作为左侧来讲是去分批介入的买点。当然了，这里从右侧来看，它肯定是没有买点的。在上期视频我们讲过，右侧买点是什么？是等待一根 K 线，这根 K 线是今天的收盘价格大于昨天的最高价格。那么出现这种 K 线，意味多方短期战胜空方，而市场有机会在某些空间支撑上出现上涨。所以左侧交易在目前来讲，下跌是分批买入机会，而右侧交易等待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最高这样的一根 K 线产生再去买入。这是两种策略对应两种投资者。如果你比较激进，目前就是下跌分批买入建仓时机；如果您是比较求稳，想更加高概率买到能够右侧上涨的点，那么就等待一根仿包 K 线。这也是目前从高点下跌以来，阿哲对于本次点位的一个看法和当前最新的观点。如果这个观点这一些分析能够对你有所帮助，那么老同学听到这里可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照常为阿哲的视频点上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如果您的时间是比较充裕的，那么也希望您能够为阿哲视频留下您宝贵的评论，亦或者是建议，阿哲看到呢也会非常开心。感谢老同学的点赞和评论。那如果您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的视频、阿哲的频道，那么在学习之余，也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击之后，您就会成为阿哲频道的常驻观众，成为阿哲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那么显示已订阅之后，可以点开全部铃铛通知，后续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场直播在公开之后，都会第一时间由系统通知到你。这是一个全部铃铛的用处，也希望大家能够全部点开。未来呢，在阿哲频道，我们一起学习技术分析，一起呢在美股市场持续盈利。感谢老同学的点赞评论，新同学的订阅，谢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市场分析第二部分，空间技术点位解析。空间技术的点位解析是阿哲的每天对不同标的会计算出它日内的预测高点以及预测低点。当然说得更加实在一点，就是每天会预测出它实际的日内压力和日内的支撑。那么后续我们在分析特斯拉、英伟达以及后面等等个股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个技术，同时也会把今天盘中的支撑压力告知给各位，以此呢，我们去在短线上去观察多空之间的动能是强还是弱。如果您是老同学，对于这一个方案应该是不陌生，这是阿哲观察市场的一种方式、一种角度。如果您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阿哲的视频，那么也记得认真的把这一部分认真的收听、认真的学习。这一个空间技术点位，阿哲一般呢会在每天的美股盘前公布在 Telegram 的学习小组当中，只要您是订阅观众，就有机会进入到学习小组。稍后阿哲也会告诉你如何去进入阿哲的学习小组。我们看到左侧的这条信息，每天的盘前解析，阿哲一般会发布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关于日内的支撑和压力点的计算，是纳指和特斯拉。那么另外一方面是阿哲呢对目前市场相对有主观情绪的一个判断，相对呢不是像底下计算的那么客观。那么在昨天盘前美股开盘之前，阿哲讲到纳指新值势，并且在楔形下轨支撑收了长下影线，所以反弹一触即发，只要美股趋势未转向空头，那昨天就应该是个低点。它的右侧交易信号是 IR 模型和反包阳，不过昨天都没有出现，所以对于右侧来讲，基本还没有买点，需要继续等待。而看到下方的空间支撑和压力位，那么这个支撑压力位它的具体使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点位，这是昨天盘前预测的点位，而在昨天的盘中，你会发现这个高点
19141.37并没有被收盘突破，而低点呢18756.54也并没有被跌破，所以股价在昨天是又没有突破压力位，又没有跌破支撑位。如果价格能够突破压力，说明多方转强，它有所变化，市场的多方将容易出现延续的上涨，我们可以看涨。而如果市场依旧在跌破这个支撑位，说明空方还是很强势的，不能盲目的去抄底。那么昨天这种不突破不跌破，这说明它依旧在惯性，依旧在之前的方向上运行。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图表是纳指的日线图动能 K 线的图表，在每一个图表当中呢，它有一些颜色，比如说这里是一个绿灯，这里是一个红灯。那么红灯就代表当天的收盘价其实是跌破了阿哲预测的支撑，所以红灯 K 线意味着空方是比较强势的，绿灯 K 线说明当天的收盘价突破阿哲预测的日内压力，那么多方比较强势，所以股价在上涨当中看到红灯 K 线就要小心一些，包括之前这里它也是一根红灯 K 线，这种高位出现红灯就要特别小心风险，它容易释放。而股价下跌大跌时，你要看一下绿灯在哪里，股价低位的绿灯一般会给到一些抄底的提醒，市场再次启动的提醒。阿哲简单讲解之后，您应该知道这个红绿灯的代表含义以及每天的点位怎么去使用和观察了。那么看到今天的点位，今天的预测高点是19340.42，股价收盘在此之上，说明是一个绿灯 K 线，那么直接可以构成抄底的右侧信号，因为属于多方强势的表现。而假如今天的收盘价依旧它继续下跌，而且还跌破19020.86，那么说明空方再次变强，那么反弹则意味着结束了，市场将继续往下去运行。出现这种 K 线，那么哪怕左侧抄底的同学也记得止损，因为它一般意味着空方还有释放的动能，空方依旧在变强，就要小心。所以这是每天阿哲都会在盘前所公布的信息，这是今天的内容。一般阿哲所发布的视频是2、4、6这3天时间，所以如果您是只看视频，可能只能关注到2、3天的预测高低点，那不能实时的去更新。假如您想要实时的收到阿哲的一个盘前点位更新，也记得点赞订阅阿哲的频道。在你订阅之后，那么阿哲教大家怎么去收到这条信息。您只要订阅阿哲频道之后，看到本期视频底下的评论区，打开评论区，里面有一个置顶链接，是阿哲呢所发布的一个信息。而在信息当中有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联系方式，你点击链接之后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这里要提个醒，找到助教不是说就能够收到信息，你还需要报名一下。您可以发送一个口令，这是阿哲呢和助教老师提前说好的。如果在今天订阅阿哲，找到助教，发送2个文字叫盘前口令，那么发过去之后，助教老师就知道了您是今天订阅阿哲的新同学，并且需要盘前信息的更新，那么他会告知大家怎么去获得。这里呢，阿哲要再次提醒，关于订阅观众可不只有这一重福利。大家看到这张图表上，这个图片上呢，表示的是阿哲的订阅观众能够去获得的3重限时福利。第2重福利是刚才阿哲所讲的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而第1重福利是粉丝群组和知识答疑，这是阿哲每天都会去发布信息的一个学习小组。在这里面，阿哲只会邀请我们频道当中订阅观众当中最热爱学习以及最热爱技术分析的同学去加入，不是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加入。那么阿哲怎么知道您是这样爱学习的同学？那么看到第3重福利，第3重福利呢是每周都会安排进阶的知识和内部的直播课程。您只要有参加内部课程，学习一些更加进阶的知识，那么阿哲认为您是爱学习的，那么就有机会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学习小组。具体的要求阿哲讲一下，比如说在本周我们呢是安排了破译市场密码的主题班课，5节课程就是本周的系列课，每一节课程都讲了一种市场交易的方法，比如说市场的变盘，何时会去变盘，怎么去看，这是第1节。启动密码，成交量怎么去看股价的低点启动，回调密码，趋势上涨怎么去破译低点的存在，飙升密码，主升浪行情，量能周期怎么结合，包括在明天2月28号是残牛密码，市场的价值投资，市场的一些长牛是怎么用技术面、用消息、用基本面去把握的，这是本周的一个课表。
当然了，如果你是今天才订阅阿哲，可能后续的课程不一定能够参加，因为已经太晚了。但这里呢，阿哲会赠送以上4节课程的回放给到各位。那么这4节课程就是周一到周四的回放，您呢可以以此来学习。那么如果您想要加入阿哲的粉丝学习小组，那么您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至少观看1节我们的内部课程，而后完成1次老师安排的课后作业。只要您做过1次作业，并且交给助教老师，那么就可以有机会被助教邀请进入到我们的学习小组。这里面的关键在于您所听课之后所完成的作业效果如何，是否能够得到一个不错的评分。如果没问题，那么就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学习小组。也希望呢每一位今天订阅阿哲的同学都能够获得这3重福利，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和订阅。以上就是我们第1部分关于薪值计算、趋势结构和空间点位技术的分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用空间点位技术来讲解个股分析部分。现在我们来到第2部分，关于特斯拉和英伟达空间资金动能的分析。那么我们看到特斯拉在上期视频当中，阿哲有强调过一个中期看好特斯拉的观点，而当时有讲到一个价位是 324.24， 这个点位我们说过不能够去跌破，但可惜的是在我们进行1次的买进之后，股价呢没有给到2次买入机会，直接打掉了止损位，所以这一笔中期看多仓位呢没能过多的去加仓，所以直接呢止损离场，目前不去看多特斯拉。从前期高点逃顶之后，在收获了一波利润之后，价格后续的下跌，阿哲进行过2次中期看多，1次在这里进行2次的买进，而后上涨，但后续呢还是被打穿了止损，所以呢这一笔是失败了。而目前的特斯拉在这一次的看涨当中，又再次的打穿了一笔交易的止损，所以目前2次抄底都是没有成功的，这是下跌当中抄底的难度了。虽然在空间支撑、时间预测上某些低点确实产生，但可惜它的力度却是无法去肯定的。目前呢依旧保持下跌，依旧打破很多关键点，所以当前的特斯拉不能够再去轻易的再次看多了。如果您是细心的同学，会看到底下阿哲重新画上了一些支撑，这一些支撑位是阿哲之前所没有更新的，那么现在阿哲把它画上，这也是为什么之前说跌破 324.24 尽可能就要小心，就要止损，中期就不看多了。因为在 324.24 跌破之后 306.34 不一定能够撑得住，所以你会看到当时直接盘中2个支撑都跌破了。而当 306.34 如果是有效的跌破，那么下一个支撑位阿哲发现是离得比较远的，这里呢会到 367.92，如果这个区域被跌破，甚至呢我们会看到 308.74， 所以目前的特斯拉不能够随便的去看多。在这里我们的策略是先观望一下，我们需要观察一下底下 267.92 之上会不会出现止跌，以及呢 306.34 是否是有效的跌破，它会不会短期又再次的站回来。如果短期又再次能够站回来 306.34 并且没有再次跌破，我们可以再去观察。以上呢是空间上我们的观察，接下来要讲一下资金和动能方面。现在所看到的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上方是动能 K 线，下方是 BVD 资金指标。那么价格下跌，我们在上期视频是不是有讲过一个变盘点，就是这一根 K 线。这一天呢，市场出现了一个下穿，当资金下穿零轴，它就是目前市场短线的变盘点。股价上涨回调、下跌反弹，那么它都会有对应的变盘点来去局限它是否真的是回调，它是否真的是反弹。而我们之前有讲过这种使用方法，或者说阿哲这半年来都一直在讲这种使用方法。当这一天的变盘点出现时，低点不能被跌破，如果被跌破，说明不是低点变盘，而是延续下跌，它也不是上涨回调，股价呢将容易串底。所以呢，在跌破之后，我们也应该把交易停止，因为这个下跌你不知道它会跌到哪里，它是一个延续下跌的表现。像前期股价这里的上涨，而后的回落，是不是下穿 K 线是这一天？那这一天的低点也是被快速的跌破，而它的高点没能突破，所以本身的低点变盘变成了压力区间，
股价呢下跌反弹后又继续下跌，它是一个延续下跌。那么现在也是如此，这一天的变盘 K 线它快速被跌破，那么它就是一个压力区间，股价后续这里会产生压力，而在此之下是一个延续的下跌，而不是一个低点变盘。所以当下在资金层面上，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止跌的表现，下穿 K 线没有低点变盘，那么接下来要等一种 K 线，就是资金连续流出之后的转率流出 K 线。连续流出之后的转率则有机会成为一个反弹的开始，这天高点突破是不是反弹延续？而价格下跌途中每一次的流出之后的首根流进都要关注一下高点会不会被突破，能被突破说明至少会有反弹产生，如果不能被突破，那么这一波反弹也就直接结束。所以当下在资金层面上，你要关注何时会有流进 K 线的产生。那么在动能上，阿哲讲一下今天的关键点位，就今天的预测高点和低点，它的红灯绿灯会在何时产生。特斯拉的关键点，它的高点是 299.9， 它的低点是 278.94。当股价特斯拉收盘还是跌破了 278.94， 那么说明今天特斯拉依旧是红灯下跌，保持加速。而假如它的反弹能够到达 299.9 收盘之上，那么收在这之上，说明它会是本次下跌加速下跌的首根绿灯 K 线。那么就要观察一下之前所跌破的支撑能不能够去重新的修复站上，如果可以，那可能还有一丝希望能够再次去买进，但在此之前我们依旧是观望为主。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是英伟达的空间图表，在前期股价受到116的支撑之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空间的架构，在之前下跌受到116的空间支撑后产生反弹，那么后续的上涨出现了回落。那么在上期视频我们有讲到，它这一次回撤其实是对于这一个区间内 130.75 126.87 123.1这三个曾经被突破的压力位再次的回撤一下。130.75呢被跌破之后，快速的往下一个空间去运行，而在 126.87 的位置收盘没有有效的跌破，它只跌破了0点几个点，好像是 126.4 左右，而后股价出现了一天的反弹，目前的收盘再次回到 130.75 之上。对于某一个支撑位出现快速跌破而后快速收回这种动作，我们认为它对于本次的支撑是没有跌破有效的，所以价格走势来讲，当前没有跌破 130.75， 所以股价目前的这一波回调还算是可控范围之内。而在财报发布之后，市场的波动并没有加剧，英伟达股价当前来看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要去下穿 123.1 的这种走势，所以当前的英伟达整体走势慢慢的有机会看强，这是空间上的支撑 130.75 和 126.87 目前依旧有效的支撑。而这里呢，我们再看一下市场当中的新值，当前面的高点为0之后出现下跌新低，它为1，再次下跌新低，它为2，那么这一天是3，这一天为4。我们会知道指数目前也是4号的新值，而指数在试新值之后没有反包 K 线，而英伟达却在这一天出现了反包 K 线，所以从新值的角度，昨天的英伟达这一天就是一个买点，或者说是本次下跌首一个新值后的反包买点。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上的表现，目前的图表就是英伟达的动能 K 线和 BBD 资金。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本次的下跌。本次的下跌在上期视频走势当中，我们有讲到它并没有产生变盘 K 线，因为当时的下跌呢还离零轴有一段距离。但是目前你会看到，从高点下跌跌到最后的影线的位置，刚好这一天出现了下穿，而下穿 K 线它其实就是变盘 K 线。股价如果它这一波真的是上涨后的回调，那么到了这一天它就应该是低点，它应该产生支撑而不是压力。所以和特斯拉后续继续破位下跌不一样，英伟达出现了反攻，并且收盘站在了这根 K 线的高点之上，出现了突破。虽然上影线有点长，但是依旧是收盘突破了，所以这一天是新值买点，同时呢也是一个变盘低点的确认。我们就可以把变盘 K 线的低点高点这个区间作为短线关注对象，而英伟达
目前可以去买进，在这个区间内出现的止跌都可以为买点，直到它可能收盘跌破这一个变盘 K 线的低点，那么你可以去止损。但短线上这里是一个买入区域，并且昨天已经有了一点点启动的买点。我们看到前期的走势，你也可以发现，当股价出现下穿时，它很多时候会来到低点附近。这两天这两根 K 线其实都在下穿 K 线的位置，那么下穿之后，股价很多时候会产生低点，以及呢它会有支撑发现，所以目前这里也有机会产生低点和支撑的效果。所以当前的英伟达在技术面上，我们说已经构成买入的区域和买入的一笔仓位了。而从动能上，你也可以看到前面呢是连续的红灯下跌，而后在昨天出现了绿灯，也就是说阿德这一天所预测的盘中高点压力被突破了，收盘突破了，所以它是一个绿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连续下跌后的首根绿灯，它本来也是右侧买进的信号。像这种在大跌之后的绿灯，下跌之后的绿灯，它都是我们所说的能够买进的信号。那价格走势走到这里，你要关注一下下一个位置是红灯还是绿灯，还是维持上涨。而它今天的两个关键点位是多少呢？它的低点支撑是 129.885， 它的高点压力是 135.125。价格如果收盘收在 135.125 之上，说明今天依旧是绿灯，依旧保持上涨强势的看涨。而假如今天收盘在 129.885 之下，说明多方转强后立马隔天空方转强，那么记得要小心反手。那么这一天收盘只要跌破就是红灯，红灯的产生则立马把昨天的买进进行止损。所以今天收盘一定不要跌破 129.885， 那么多方就依旧为强，而空方则还未转强。大家要注意了，这里阿哲所讲的是收盘价格，也就是说你可以临近尾盘时去确认，不要在开盘，不要在盘前就做出确认哦。以上就是特斯拉和英伟达的解析。目前特斯拉走势偏弱，只能观望，不能抄底。而英伟达呢，目前来到了短线买进的机会，关注好关键点位即可。我们可以去在某个关键变盘 K 线区间内去做短线买进交易。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部分是关于以下8只标的：高通、皮尔提亚、微软、TEM、Meta、苹果、SMCI、MSTR 8只个股标的的资金和动能2个维度的短线分析。阿哲呢会快速的进行行情播报，将关键点位告知各位，以及短线是风险还是机会，会进行一定的分析，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只标的是高通的分析。现在我们看到高通的图表，在前期视频当中，我们看到本次的下跌有一根下穿 K 线，而在下穿 K 线产生之后，市场有止跌吗？是没有止跌的，所以这一天延续的破位，说明这一天不是低点变盘，要小心后续是延续下跌，这是上期视频的观点。而当下又来到一个关键的时刻，因为在连续3天的流出之后，有出现了一天流进的 K 线，那流进 K 线我们要关注它的高点能不能被突破。假如高通这一天流进首率能够高点突破，说明这一波下跌将有反弹产生，而它的高点如果没被突破，那么则依旧只是一个下跌中继，还没能产生反弹，后续依旧有风险。这个风险呢会在跌破它的低点之后具体的去显示，所以它是一个关键 K 线的区间。在动能上，除了第一天大跌以及高位有出现红灯之后，底下呢是没有红灯绿灯的，说明目前的行情依旧在下跌的惯性运行当中，它不是多方转强的信号。这里阿哲也给到大家一个动能 K 线上你要关注的点，今天的预测高点和预测低点。今天的低点支撑是 161.515， 价格跌破它将是红灯，空方继续释放风险，继续加速下跌。而它的预测高点今天日内的压力是 164.725， 价格收盘如果在它之上，将是本次大跌后的绿灯，可以作为买进的信号。而刚好这个价位如果真的收盘过去，也会顺势突破这一天的最高价格，那么就会成为一个绿灯，同时也是资金买点。这是目前对于高通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个股 PLTR。PLTR 的运行在高位出现了一个反包复线之后，它也是红灯，
而后产生了下跌。这一个下跌的运行当中是没有绿灯的，也就是说它没有一个比较像样的反弹，没有像样的多方转强的信号，一直在下跌，一直是空方较强势的表现。而我们看到资金方面，这一天是低点变盘的信号，但可惜低点变盘信号高点没有突破，所以这一个位置不能买进，不能去看它是低点的变盘，而它的低点目前也被跌破，所以这里是一个延续下跌的信号，而不是低点变盘信号。我们再看到最新的这一根十日星，它是连续资金流出之后首根流进，那么这种 K 线要关注，它就跟前面连续流进之后的首根流出，以及这里连续流出之后的首根流进，你关注一下这个区间能不能被站上。如果它能够被站上，说明市场的上涨依旧还是有动能。那么这里下跌时遇见它，如果它能够被突破，这说明这里会有反弹产生，至少会有一波反弹。现在阿哲也同样的把今天的关键点位、支撑和压力告知各位。它今天的一个支撑是在 88.45， 这个价格不能跌破，跌破就再次是红灯，再次容易下跌。高点的压力在 92.55， 这个价位收盘突破，则说明它是一个绿灯，那么说明市场将往上有动能产生。下面我们看到微软的走势最近呢也是延续的下跌。之前在这连续的阳线的时候，我们有提醒过，有一根 K 线是关键的抄底 K 线，就是上穿的 K 线。上穿 K 线为高点变盘，下穿 K 线为低点变盘。而这一波价格的上穿 K 线没有被有效突破，而后快速跌落，所以它这里呢没有产生特别好的一个买点，所以这里哪怕觉得它是中期低点，我们也没有去抄底买进。后续的下跌途中，微软有出现下穿吗？有，这一天出现了下穿，就跟前面一样。这里其实也是下穿，我们说股价上涨回落下穿 K 线是变盘低点的可能，而它的低点变盘得要高点被突破才能够去确认。如果低点还被跌破，那么说明还得延续下跌。那么这一天就是目前微软的关键 K 线，价格这一天是否为低点变盘？目前来看有机会成为，但它的高点要被突破，只有它的高点被收盘突破，我们才认为低点变盘到了这是有效的。那么市场后续才能够去看涨，而目前还在选择，还没有突破，所以当下的低点变盘还不明确，还要等待。从红绿灯的角度，从高位出现下跌，而后它是一个红灯，红灯之后延续下跌，目前它的实体在变短，说明下跌动能有所减弱，而后下方也没有红灯和绿灯，它是惯性下跌。那么当前我们怎么知道红灯和绿灯何时会产生？这里呢，阿哲同样把点位告知各位。今天大家注意了，这是今天的最新点位，它的高点压力是 406.342， 价格收盘要收在它之上，才说明股价会有绿灯。它的日内预测低点支撑是 396.987， 市场收盘要在它之上，如果跌破则又是红灯，又是加速下跌，这里就不是低点变盘，它会延续下跌，这是要去关注的资金和动能上的表现。接下来我们看到 TEM 这一个医疗 AI 在前面见到红灯后出现了连续下跌，在这一波下跌当中，你会发现它是没有绿灯，它同样有很多次的红灯，红灯越多说明加速越多，那么这一波下跌到前面的低点还是一个红灯，而当前出现了反弹。我们看一下前期的低点变盘是哪一天，是不是这一根 K 线？这一天第二天立马被跌破，所以它告诉我们这里不是低点变盘，它是一个延续下跌。而当前的下跌它是连续的流出，还没有流进。那么我们看一下最新的流进 K 线，它会在何时产生？到时候我们再去看一下最新的关键 K 线。在这里我们照样给大家去讲一下它的红灯绿灯产生的条件。昨天呢是一个没有灯的现象，说明它的多空动能基本上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我们看到今天要关注的压力位，它的高点压力在 68.5， 如果收盘能够超过这一个 68.5 的价格，那么说明这是一根绿灯，那么可以作为右侧看涨的一个信号。而它的低点支撑在哪？是 60.63， 价格收盘如果再把它跌破，就还是一根红灯，那么继续小心，它还在加速的路上。现在我们看到 Meta 的股价走势，昨天是一根仿包的阳线，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变盘点在哪，这一天是下穿 K 线，下穿 K 线的低点快速的被跌破，那我们说它就是一个风险了，而且在前面上涨途中，它还是一个比较漂亮的连续的绿灯，而后延续的上涨。到了高位出现最后一个绿灯，第二天立马转为红灯之后，说明多方由极强转为极弱，在高位出现要特别小心，它是风险。再加上变盘点低点被跌破，所以这一波下跌也就如期而至，这是可以逃过的。因为阿哲最近一直有去跟大家去讲解，如果您是老同学，应该早就听到阿哲这个观点了。前面这里就是一个风险，那这一波下跌就可以规避。那目前的 Meta 出现一个信号叫做潜在底部，它这个信号是影线不断的变长。那么第3天呢是最长的一个下跌的长下影线。它是一种潜在底部信号，目前的这一根 K 线它是仿包了3号 K 线的最高点，所以这里是构成了一个潜在底部的买入点，我们可以以此呢作为一个交易，这一天作为买点。所以 Meta 目前出现了抄底信号，比其他个股要提前出现，所以 Meta 目前有买点，有机会。我们再看到底下的资金在连续的流出之后，它刚好也是流进 K 线。所以 Meta 这一天它刚好也是关键 K 线，它的高点可能会产生压力，在图谱上它是一个抄底买点，而在资金上最好能够快速的把它突破，如果不能突破也最好不要去把它跌破，如果出现跌破，那么你要止损，同时 Meta 呢它也将继续回归下跌，所以这里要关注一下，是一笔买进的机会，如果它的高点再次被实体阳线突破，可以做2次加仓。这就是有关于 Meta 的分析，而关于 Meta 呢，红绿灯就不用管了，我们只要看到最关键的这根 K 线低点不要被跌破，那么这里呢不管怎么样我们看涨。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苹果昨天终于出现下跌，前面大家都爱跌，它呢不跌，现在呢市场反弹，它反而出现下跌大跌，而这个下跌其实早就有所预料，我们前面说了关头阴线它是个压力，这个压力呢它已经很临近很靠近了，都不断出现上影线，不断出现冲高回落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盲目的看涨了。前面低点出现下穿时，这一天是低点变盘，当时提醒买进，而后这一笔交易这种利润空间还不满意吗？短线早就可以获利了结了，我们讲了3期视频，每期都讲苹果到这里应该获利了结，所以短线获利之后，后面下跌回来，我们才能够有资金有仓位去接嘛。所以这一波下跌怎么看？先看一下底下有没有下穿，没有下穿，但是也很靠近了，也许1-2天时间，也许今天稍微跌一跌就下穿了，所以我们要关注每一次上涨回调中的下穿 K 线，它有机会就成为一个低点，所以这里呢在某一天下穿时关注低点变盘，这是第一个观察对象，就是资金的下穿变盘。而第二个方面，我们通过资金来看一下它的关键支撑，在下穿时呢是一个低点变盘，上穿时是高点变盘，当时这里是下穿之后立马上穿，所以这一根阳线它的高点它本应该是个压力，但是第二天立马被突破，所以延续上涨。所以苹果的话关注下方它是有一个支撑位的，在这个支撑位之上，如果发生低点变盘现象，那么价格的止跌低吸机会也就产生，大概率呢不是本次交易日就是下一个交易日应该会产生一个低点变盘，然后我们等待仿包阳线作为低吸买点即可，这是苹果的策略，当前还要小心一点，因为它是一个红灯，它是一个多方走弱，空方走强。那么它的红绿灯的一个观察点位，今天的预测高低点是在哪里呢？它的低点支撑今天是在 236.82， 这个位置是日内低点支撑，如果跌破将是一个红灯 K 线，继续释放风险。而它的高点，它的压力是 242.67， 今天如果收盘在它之上，则是一个绿灯，如果红灯之后立马转绿，只要注意了，这是一个机会。如果红灯之后快速转绿，说明之前的红灯都只是砸盘，那么市场将会再次给到机会，当然这个概率比较低。现在我们看到 SMCI 在昨天盘前出现了大幅的高开，但是最后收盘是低走，这一天的 K 线和昨天的 K 线都很关键。我们看到这一天它是不是下穿 K 线？之前我们说过 SMCI 的调整是强势于很多个股的，它很容易走出第二波，而价格的回调要找买进机会，但目前是没有买点，大家注意了，没有买点。
股价高点后的下跌，这一天是下穿，一下穿立马有反应，是不是高点立马被突破？但可惜是一根阴线。我们说过，你的买点只要是阴线、10日星、长上影，最好都不要作为买点。所以像这种作为假阴线的突破、假阴线的绿灯都不作为买点。我们接下来要关注一下绿灯的持续性，以及呢低点变盘 K 线的支撑有效，那么以此去把握2次买入机会。那我们至少知道目前关键 K 线是谁，就是这一个最低点的 K 线，它的高点目前不算有效突破，那你就等它被有效突破，这是2次启动的买点，这是 SMCI。 那这里要小心的是，它会不会绿灯之后立马转为红灯，这就要小心。那么绿灯和红灯的界限今天是多少？今天的低点在 50.58， 今天 SMCI 收盘只要不跌破这个价位，它就还是一个绿灯后的上涨，它就不是红灯，就不用担心。它的高点压力是 56.72， 收盘突破 56.72， 那么 SMCI 将持续绿灯，那么同样也将是今天的买入机会。最后我们看到 MSTR 最近呢也是不断的下跌，而且你会发现在价格上它是不断的有红灯的出现，所以风险是很强。但昨天出现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刚才一直有提到的，就是红灯之后你如果出现立马的转绿灯，说明昨天的下跌很有可能是最后一跌，可能是一个砸盘行为。那么 MSTR 呢在这一天是一个红灯，而后昨天是一个绿灯，说明快速下跌后又出现快速上涨，所以这种情况很容易出现市场的低点。那么要关注一下 MSTR 后面的走势。从资金层面来看，它之前的上穿下穿其实就是这个区域都被跌破了，所以高低点变盘的不存在，股价后续持续下跌。那么现在出现了在红灯之后快速转绿，所以这里是一个关键信号，要小心，这里有机会成为低点上涨。而资金层面目前还在流出，还没有出现首根流进，所以当前的 MSTR 呢能够去博弈反弹，但是更多的要关注一下资金转绿那一天有可能产生一个压力。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注意，虽然说红灯转绿灯是买进信号，但是有可能绿灯之后立马又转红灯，那么就要特别注意，它又是一个诱多。所以今天 MSTR 怎么会产生红灯？我们看一下它的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在今天最新所预测低点是 253.64， 只要不跌破它就不是红灯，那么这个绿灯买点就有效。它的高点是 274.09， 这个价位最好能够突破，只要突破就是连续2根绿灯，在低位连续2根绿灯，我们可以认为这里是低点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这是 MSTR 资金和动能分析。以上就是2月27号美股盘前阿哲的行情观点，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更多行情解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